鬼屋，顾名思义就是闹鬼的房子。闹鬼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的是被全家砍死后出现冤魂的，有的是精神病院里的100多名囚犯的惨死造成的。这些地方阴森恐怖，让我们来看美国10个最闹鬼的屋子。第10，皮尔斯屋。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外表看起来很恐怖，这样的外表你联想到鬼屋那就很正常了。这里曾经住着贝蒂·戴维斯、诺曼·罗克维尔等人，他们都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住在这里。但其他一些曾经住在那里的人认为这里是闹鬼的地方，这里被几个死去的人的鬼魂骚扰着。这其中包括了一个淹死在后院池塘里的小女孩，一个住在那里的芬兰旅行者，在他睡着的时候抽烟被烧死了，还有一个在工作时被杀的妓女。他们看起来像是影子一样，他们会移动家具、扔东西。所以如果你不介意这些鬼魂，那么这里绝对是你值得冒险的地方。第9，温彻斯特神秘屋。温彻斯特神秘屋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，是一座非常庞大的建筑，很多荒诞怪异的传说都在这里产生。温彻斯特神秘屋始建于1884年，前后共历时38年。为了适于冤魂居住，神秘屋在设计上非常怪异和神秘。38年时间中，主人萨拉不停地建造温彻斯特神秘屋，房子一间间不断增加、倒塌，又不断重建，直到萨拉1922年去世后，温彻斯特神秘屋才停止建造，直到如今仍保持着当时的规模。建造这里花了550万美元，里面有室内管道、多部电梯、热水淋浴和中央供暖系统，有160多个房间、40间卧室。原来这座耗资巨迷的古怪房子，竟是一名美国步枪之父的妻子为了赎罪，造给死在丈夫发明的枪支下的鬼魂住的。第8，惠利屋。著名的惠利鬼屋位于圣地亚哥老城。惠利屋是詹姆斯·惠利于1857年建造的，19世纪中期曾被用作粮仓、法院和商店。虽然政府对所谓的鬼魂出没大为怀疑，但却没法驳斥相关证据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商务部正式将惠利屋列为闹鬼地。这里有着悠久而黑暗的历史，绝对是让你毛骨悚然的地区。惠利屋最早出现的鬼魂是吉姆·罗宾逊，他1852年被吊杀在这里。建造之时，惠利曾听到罗宾逊在走廊中踱步、走路的声响很大。惠利和妻子据说也曾在这间鬼屋居住，他们自称看到怪异的烟雾，并闻到奇怪的气味。访客们表示，他们也曾看到一名穿着长裙的年轻姑娘在饭厅游荡。惠利的2个女儿在这所房子里结婚了，较小的女儿最终离婚。她非常难过，无法忍受离婚的耻辱，所以在1885年8月18日，她向自己的胸部开枪自杀。之后的工作人员和游客说，他们能听到奇怪而神秘的东西，所以这座闹鬼的房子一直卖不出去。第7，莱姆普豪宅。这座豪宅位于圣路易斯。19世纪60年代，老威廉·莱姆普买下了这座豪宅。他是一家酿酒厂的继承人，但蹊跷的事情很快发生了。1901年，莱姆普的一个儿子突然死亡，几年后，他的妻子也死于癌症。莱姆普随后也在这座豪宅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其他2个儿子也因禁酒令导致他们的生意倒闭后自杀。据说在最后，莱姆普的女儿在1920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现在这里设有一家餐厅和住宿加早餐旅店，客人们报告说，他们听到了异常的声音，突然被烧伤，门口自己关上，还听到钢琴在酒吧里自己弹奏。这样的事情使得这里更加的神秘起来。第6，死亡之屋。据统计，这座始建于1850年的房子，里面一共住着22位在这里死去的朋友，以及曾经住过这里的作家马克·吐温。据一些早年租客的报告，吐温通常会穿着全套的纯白色礼服在整栋楼里到处走动。此外，一些小孩、老太太、白衣女郎，或者看不清轮廓的鬼影，也会一直环绕在整栋房子里。这座房子外表看似普通，
但许多租客都在里面离奇死亡，而且在死亡之前仿佛受到了他人的影响。1987年，一名纽约的律师就在这栋房子里将自己的女儿残忍杀害。在这里的邻居们还说，他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比如灯光突然闪烁，房子周围有阴影等等。第5，夸阿勒格尼疯人院。位于西弗吉尼亚州西部的夸阿勒格尼疯人院，在1864年开业时，最繁忙时可容纳250人。当时有2400多名患者居住在那里，所以显得过于拥挤。这里的卫生条件非常差，基本的卫生用品都没有。据传有100多名疯子囚犯在这里惨死。疯人院于1994年关闭，但以前病人的灵魂至今仍在大厅里游荡。1楼的几个房间被改造成了博物馆，里面有一些关于病人的绘画和诗歌。还有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件直筒夹克和一个水疗浴缸，展示了医学过去使用过的治疗手法。导游穿着蓝色连衣裙、白色围裙、白色帽子和白色鞋子，这让他们看起来像19世纪的护士。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睹包括员工公寓、停尸房和手术室在内的4层楼。勇敢的你，赶紧前来挑战吧！第4，洛杉矶卢斯费利斯。哈罗德·皮尔森博士和他的家人住在位于洛杉矶卢斯费利斯的大房子里，一切似乎很平静。然而，在1959年12月6日那可怕的夜晚，他在妻子睡觉时用锤子杀害了她。当时他还打算杀死他的3个孩子，然后引毒自尽。当他击打大女儿的头部时，他尖叫起来，吵醒了走进走廊的其他孩子。孩子们在厄运来临前得以逃脱。他是一位成功的医生，发明了一种他最常用的新型注射剂。他把钱花在了研究和制作上，但他没有获得专利，这让他非常恼火。2年后，他被卖给了恩里克一家，他们把他当作储藏室。2016年，他把它卖给了一对夫妇，但这对夫妇在看到房子后似乎被吓跑了。据说他们遇到了一些奇怪而神秘的事情。几年后，他又被挂牌出售，但无人问津。第3，阿米提维尔恐怖屋。阿米提维尔鬼屋虽然不是历史最悠久的鬼屋，但却同样恐怖。它位于纽约阿米提维尔海洋大道112号。1974年，房子里的23岁的长子小罗纳德·迪法欧手上拿着一把马林来福枪，把正在熟睡的包括双亲与4个兄弟姊妹在内的6人直接爆头。小罗纳德被捕时声称，他是被房子里的诡异声音驱使行凶的。他最终被判6次无期徒刑，目前仍在狱中。这所房子1975年被挂牌出售，但新主人表示，他的墙上经常会渗出可怕的鲜血，还会听到可怕的惨叫声。最终，这里又被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。第2，利兹波顿屋。1892年8月4日，一位美国70岁富豪和他的第2任妻子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。当时凶手用斧头分别砍了他俩的头部足足10多次，现场非常血腥残忍。受害者之一的安德鲁·波顿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他曾是贵族后代，不过家道中落中。他是个自私而小气的家伙。安德鲁与第1任妻子莎拉生下2个女儿，艾玛与丽兹。生下孩子后不久，莎拉就过世了。安德鲁在妻子死后3年，再娶艾比为妻。自此时起，艾玛与丽兹就很不喜欢继母，认为她嫁给父亲是为了诈骗他们家的财产。母女不和的紧张关系迅速蔓延，最终在1892年，安德鲁和妻子被残忍砍死。据说凶手就是利兹波顿，但后来却一直没有证据。第1，富兰克林城堡。1865年，汉斯·蒂德曼在克利夫兰的富兰克林大道建造了一座城堡。蒂德曼的全家在1895年死在房子里，没有留下一个人继承那栋建筑或他的财产。在1908年到1968年之间，富兰克林城堡一直无人居住，直到一个名叫詹姆斯·罗马诺的人买下了这座城堡，并和他的妻子以及6个孩子搬进了这里。罗马诺召来了驱魔人，但这似乎并没有帮助城堡的气氛。一些业主最终卖掉了这处房产。1999年和2011年的大火烧毁了大部分的财产。
这座城堡有许多隐藏的通道和房间，包括一个通往无处的隧道的陷阱门。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数十具人类婴儿骨骼，据说与纳粹有关。这些闹鬼的屋子有没有吓到你？你知道我国最闹鬼的屋子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